非有消息，备受关注的空客 A321XL2 终于迎来了伟大时刻。首架 A321XL2 10月30日交付给了西班牙航空，也称作伊比利亚航空。这架飞机的注册号是 EC-OIL， 最迟年底前就可以投入商业运营。有消息说，它先飞戴高乐试水，然后正式跨大西洋，担任波士顿航线的重任。A321XL2 是广受欢迎的 A321 系列的最新变体，是最赚钱客机 A321neo 的延伸型号。通过增大油箱，它可以飞行最远8700公里，这个能力不仅足够跨越大西洋，也能从马德里直飞里约热内卢、休斯敦或者是卡尔加里。在亚太地区使用的话，可以从北京直飞伦敦，从东京直飞旧金山，从洛杉矶直飞大溪地。很早就有人说 A321XL2 不仅仅是飞得远，它还可能改变整个民航业的脚步。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，在人类发明飞行的100多年里，单通道载体客机一般是用于短程，只有宽体大飞机才能够支撑8小时以上的越洋航线，所以洲际航线必须以枢纽的方式进行，也就是从北京飞洛杉矶，然后再飞到想要去的小城市。但空客公司将载体机航程搞这么长，让它可以支撑10小时的飞行，实验时甚至达到过13个小时。这可能一切都会改变，直飞将更加省时省力，届时全球的航线可能从枢纽结构变成网状结构，不再需要超大型机场。如果超大型机场没有必要，则大型客机可能也会没有必要。还有人认为 A321XL2 将极大地影响机票价格，逻辑是载体机与宽体机相比太省油了。比如空客 A330-200 平均每小时油耗 5.6 吨，而 A321XL2 平均每小时只有 2.5 吨。A330-200 的长途飞行一般载客220人， A321XL2 长途一般是180人。朋友们可以自己算算能够省多少。很多廉价航空公司看好 A321XL2， 因为它最多可以搭载240名乘客，经营伦敦到纽约这种6小时的航线的话，一张票卖500元人民币便能够做到盈利，约合每小时83元。这个价格远远低于现在的市场价格，可以想见到时候竞争会有多么的激烈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还只是设想，泼冷水的人们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。一是，如果廉价航空真的给 A321XL2 摆240个座位，让它飞8小时的话，有谁敢坐呢？二是，飞这么老远，机主在当地过夜，成本会上升多少？以及饿着肚子飞这么远，乘客们会不会造反呢？但总之 A321XL2 已经收到了500多个确认订单，它是真的开始交付了。在此之前，爱尔兰航空等借助地理优势，已经将 A321neo 投入了跨大西洋航线，开辟了诸如哈特福德等航点，飞行7个半小时。最后我们做个小调查，如果从北京飞迪拜，航程约8小时，朋友们是愿意坐2000元的宽体机呢，还是愿意坐620块钱的 A321XL2 呢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